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但是我在想，还有开杠，我也不能放弃呀，我怎么得坚持把它打完？只希望我不后悔就行，我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就可以。我们先开先杠，从 Sherry 开始哈。好，各1分钟开始。吉瑞刚刚说的非常动情啊，宝贝，如果你把这个动情的方式啊用到你室友身上，他早就被你感化了，你根本不用撕破脸。不是，我没理解为什么在这场辩题里，你先设定为他是一个恶人，你采取了直接报复的举措，而我的举措是告诉你，我们能不能先来协商沟通边界感，撕出边界感，而不要这么着急的把人定义为恶去对他报复。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席瑞建立边界感的方式就只能靠撕的方式，你为什么不能发挥你自己的长处呢？如果我是你，我就选择跟他辩论。不是，你要知道，如果这道题好好说话管用的话，那他就不会总是用我的东西。他之所以总是用，他一定看到了我的介意、我的表情、我的状态、我的情绪，可是他通通都没有改变，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撕破脸没有意义。撕破脸的沟通只不过是激烈的沟通，也是沟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吉瑞呀，你要大度一点。为什么？你说放在公共区域的东西能值几个钱？就那个卫生纸，你现在上京东16块9 16包，你撒欢的用能用几卷？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原因在于，明明是你不经同意用我的东西，为什么苛责我小气？你可以经我同意用我的东西，为什么你做错了事情还这么有道理？所以你看到了吗？你的一心想法就是撕，不在撕中爆发，就是在撕中搬家。我觉得如果你实在忍不了室友的话，你不如找贝壳直接帮你搬家，没有必要撕破脸。感觉像是拼了。不是，恰恰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才可以撕破脸。你但凡跟人相处，总会有矛盾，总会有情绪。你跟你妈都撕破过脸，为什么跟室友你就不能撕破脸？席瑞，那我想问你，每一次你跟你妈撕破脸，哪一次撕破脸是你想要的？但是你会发现没，在撕来撕去当中，我们收获了成长和理解。17秒。我想告诉大家。不一定用撕破脸的方式，你正常提出你的需求也是很巨大的。你不需要撕心裂肺，你没有那么渺小。生气和不满不是你的必然选项。谢谢。这个环节已经对肾上腺素要求那么高了。好，那就这样。哎，你们俩刚才这个状态，我真的是怀疑你们俩在一块儿住，太像一个宿舍里发生的所有情况了。不过这个开杠很好看，这很好看，是。Sherry， 你一直在口播，你今天 KPI 应该完成了。因为蜜姐，我上次不是说想做一个4线女艺人吗？我想有点这个职业的意识，一直在带货是吧？对，多 Q 点广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愤怒当中还不忘了做广告的，你知道就。最后30秒，结辩，先从席瑞开始哈。总是不经同意用我的东西，说明你曾经尝试过跟他好好沟通，他也看懂过你的脸色。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懂边界感的人，那么今天不会有这道题。正是因为他对边界感这件事情非常的模糊，所以才需要采取撕破脸的方式。我觉得啊，比起和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相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去筛选那些值得我们相处的人。而面对冲突，我们坚守的底线，哪怕再微小，也是我们最后能够筛选的原则。一旦你坚持这个原则，你就在塑造和选择你想要生活的世界了。时间到，反方30秒。受了点委屈就张牙舞爪，损失了利益就五马长枪。用你点东西你就大肆四方，我承认这是你的自由，但我真的不想现在就给住寝室的大学生们和还在合租打拼的年轻人现在就灌输这种思想。我觉得学会用不撕破脸的方式去反抗，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技能。真希望有一天这道辩题能变成一个让人进步的问法，不是室友总用我的东西，我该不该撕破脸，而是怎么样用不撕破脸的方式让室友不再用我的东西。好棒啊！可以。好，我们给他们2个人投票，5、4、3、2、1。这次终于可以录2期了，是这意思吗？已经是第2期了，海选我也过。对，这次录3期，哎，他真是耳听八方哎，在哭还有时间回答你。啊，有3位导师都排在你这边了，对，杨幂首先是
是把这票投给你了。收得到吗？哎，算了，太远了，我又来。谢谢蜜姐。来，擦一下，擦一下。杨幂她怎么打动你了？就结辩嘛。就最后那30秒是吧？对对，因为我一直觉得相处更难，包容更难，因为 say no 非常容易，你只要想拒绝的时候，说拒绝其实没有什么成本，很多时候，但是你选择包容、选择相处，其实是比拒绝要更难的。对，所以我觉得结辩很好，很精彩。谢谢蜜姐。瞬间就掰过来了。薛老师中间给了 Sherry 一票。我觉得 Sherry 前面讲的挺好的，但我期待席瑞会讲得更好。但后来他说就是应该撕啊，怎么表现自己的勇气啊。其实我觉得从不开心到撕破脸之间有许多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就要撕破脸。就没有被，我没有被打动。我觉得那个薛老师没有听清楚席瑞说的话。他说我们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方式之后，要不然不是总是。他分辨题目的能力非常非常强，灰色地带他已经用尽了。但他如果用尽了中间的方法的话，他就改变了题目。题目说总是，这里就他可以有重新定义这个啊，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轩瑞很有，他说我们不要用撕破脸皮，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偷换这个脱发剂到洗发液的方法。就是说我表面上说我们要宽容啊，要什么，但是可以用非常阴险的招数。这两个形象在我心里中反正冲突了很长时间，这是我没有给 Sherry 的。那是开玩笑的。对，我问两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两位教授在辩论的现场需要撕破脸？我们可以假装撕破脸，对。真的是假装吗？我们撕破脸都是为了娱乐大家。刘教授今天又进了一步，对，他以前只是对抗薛教授的论点，对，他现在是直接宣称薛教授听不懂别人讲话，他有没有在挑拨？你们俩的 CP 我真的占了。